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晚间凌晨2点，美国鲍威尔发出鸽派言论，导致美股再次暴涨，出现新高，涨幅达到1%。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美股连续上涨，在周线级别上已经创出了3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并且具有继续向前的一个趋势。那么美股的牛市，早在它回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提到了原因，前面行情的下跌过程当中形成周线级别下跌细游之后，回踩了白色线1690均线，回踩之后呢，反弹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周线级别上涨形成了一个对称性的反弹，从反弹变为反转之后，我们看到美股在上涨突破过程当中连续冲出新高，代表着资金正在大量回流到美股。无论是局部战争有多强烈，但是资金回流到美股会感觉到异常安全，导致了美股本轮的巨大的牛市。同时呢，在比特币昨天晚间我们也看到了反弹的过程，在低点60775美金到达之后，我们看到目前的反弹节奏已经从小时线级别升到了4小时级别，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已经是4小时级别上涨细游。我们看到这轮行情的调整过程，调整的原因呢是比特币已经完成了3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启动时间是在23年12月份走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经历了调整，然后持续上行，在23年10月份比特币月的行情当中突破了这个结构，我们看到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但是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结束之后，没有做出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调整，这个调整呢往往是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过程，因此呢，在冲高73777美金这个数字非常神奇，因为我们知道孔子寿命73，孟子寿命84，73、84阎王不喊你小鬼自然来抓你，所以呢73777这个神奇数字的附近呢，比特币出现了快速的下跌，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2轮4小时级别下跌细游，最终我们看到盘面上已经走出了8阶阴线和沙僧阴线。注意这里走出了8阶阴线和沙僧阴线是指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走完之后走干扰性 K 线，然后走8阶阴线和沙僧阴线，再往下走呢就是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是55000美金，但是呢，由于消息面美国突然鸽派了，所以呢造成了比特币打到6万美金附近之后，快速反弹到今天的高点67000美金。但是呢，我们看到上涨过程当中，它形成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上方就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大概是在69000美金。如果这轮行情的反弹能够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说的4小时级别反弹细游，就将要到达69000美金前面行情当中上涨通道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位。因此呢，本轮的下跌过程，我们看到第2轮的4小时级别下跌细游完成之后，它做了一个对称性的4小时级别反弹，但我认为它下跌回调的趋势仍然没有因为反弹而变成反转，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认为这个8阶阴线在被绞杀之后，被今天干扰性 K 线、干扰性的阳线绞杀之后，仍然有机会复活。如果一旦出现复活，我们将看到盘面当中最终可能会重新复活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可能发生的唐僧阴线。同时呢，我们看到美股不断上行，但是呢，我认为美股除了同步比特币的趋势之外，美股和比特币还是有一定的跷跷板效应。也就是说，美股在不断的拉升过程当中，会将资金大量从比特币方面引入到美股，因此呢，形成跷跷板效应。那这个跷跷板效应的过程当中，我认为比特币仍然有概率做完它的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一个调整过程。但是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一些山寨币、一些好的币种是完全被错杀了的。那在昨天的盘面分析当中，我们也给出了ETH 在昨天的下午的时候它是领涨的，领涨的原因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尖对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这个极限位是前面行情当中构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带。虽然前面行情当中以太坊的下跌速度非常急，但是到达这个位置之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一个交易对出现了反弹，这让以太坊的反弹行为也异常激烈。那以太坊的反弹同时带动了币安币和BTC 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
快速的反弹行情。那在反弹行情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实际上是表现的非常强势，因此呢 BNB 在回踩了$500附近之后，迅速来到了当前价格$550啊，它表现的是非常强势，那证明了很多板块、很多强势币种在这轮行情当中是被错杀了的。大家还乐于持有这些筹码，乐于在低位买回这些筹码，包括这轮行情最强势的币种 SOL 同时也包括了 SOL 板块当中它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币种 RAY， 还有一个非常强势，我们最近非常多人用的 GOUP 这是两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台币，目前看来都是被错杀了。所以在最近的反弹过程当中表现非常强势，也非常抢眼。那同时呢，目前资金关注的热点还包括了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的 BOME， 我们看到经历了日线级别下跌洗这里是非常严重的暴跌，从高点 0.029 一直差的低点 0.0087大概是跌了3倍多。一路火花带闪电下跌之后，我们看到形成完整的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洗油。那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如果发生了日线级别下跌洗油，可能会做出小日线级别反弹。我们看到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反弹，反弹完成之后回补了一定的缺口，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那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有机会做出对称性的结构。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和小日线级别下杀过程当中构成的这个筹码空缺是有机会在形成收敛之后做一个对称性的上涨的，因此呢 BOME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负面消息，但是当前它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让它存在一定的多头机会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这个抹抹币，特别是上线 Binance 平台之前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迅速回落的这个币种不抱有任何期望，但是一旦行情走平，这种币种往往充满希望。同时呢，我们可以回看一下上轮行情的 FIL 这个代币呢，我们看到在前一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周线级别在刚上线币安几周之内呢，我们看到形成一个横盘结构。跌破之后，我们认为这里是一个黄金坑。我们当时看到比特币连续上涨，但是 fail 在21年2月还没有涨，突破之后，有人问我它的空间有多大，我说它的空间是无限大的，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形成一个，我们调到日线级别看的会更清楚一些。我们看这里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之后，虽然跌破了平台，但是当时属于一个牛市。牛市行情当中，任何币都上涨，我们看到它也做出了一定的突破。突破之后一路上行，做出了 N 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轮上涨是完整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最终呢从20几美金涨到了235美金。所以呢，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被打压下来的币种往往容易出现这样的机会，所以呢，刚才我们以此为例以 FIL 代币为例，我们认为 BOME 还存在一定的多头机会，所以呢，这个位置上是不适合对它做空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订购这本书，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